那么首先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是全球的卫生和防疫管理机构，但它同时也是造成这次疫情全球扩散的直接责任者，因为它帮助中共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导致世界各国没有来得及及时防范。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追究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那么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节目里介绍过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举动，就他批准中国的疫苗列入清单，并不是很可靠的标准，因为他已经有过被中共操纵的记录，而且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还不认错，那么他很可能仍然会受到中共的操纵。那么第二点就是，所有的疫苗都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不能100%的抗疫，第二就是接种以后会有反应。所以呢，要比较各种疫苗接种的效果，才能判断优劣。同时呢，还要警惕接种疫苗以后的反应，对可能的后果要有精神准备。那主持人刚才提到这7种疫苗，美国目前是4种，中国2种。那在美国呢，现在民众选择接种的主要是2种，辉瑞和莫德纳这2种。当然，在各个州情况是不同的。那我是在新泽西州，那么我在网上登记接种疫苗的时候发现说呢，如果是选择接种莫德纳疫苗，那么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登记的，而且是免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宽松式的登记，往往呢，也只有莫德纳疫苗来能够供应。但是呢，很多美国人选择的是辉瑞，那么要登记接种辉瑞疫苗，手续会比较麻烦。比方讲，他要到那个美国一个药房的连锁店，叫做 CVS， 要到这个连锁店的网站上去登录，然后需要填写一大堆关于个人健康和个人身体疾病史的问题。那么最主要的是还要有医疗保险，需要录入医疗保险计划的代码，还有个人的账号等等。那么他这样做呢，是为了保证说有人为这个辉瑞疫苗买单，所以这样的话才能登记成功。所以凡是有正常工作或者医疗保险的人都会成功的登记接种辉瑞疫苗。那么很多在校学生还有一些成年人呢，可能是在美国是非法移民，他们可能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所以他们要登记这个辉瑞疫苗会有困难，但是要登记莫德纳疫苗呢就比较容易，他只要输入个人年龄、性别这样一些简单资讯就可以了。那我这样介绍是为了向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说明，第一呢，就是辉瑞疫苗是美国人比较偏好选择的，但如果是临时到美国来，我看到台湾现在有到关岛想要打疫苗，那么临时到美国来想要登记接种辉瑞呢，不一定容易。第二呢，就是莫德纳疫苗可能比较容易登记接种，而且美国对美国人和外国人是一视同仁，因为可能是州政府出钱购买的疫苗，而不是靠保险公司支付。那我看到媒体有报道说，台湾现在有些人把美国和中国的疫苗相提并论，认为效果是一样的，还有人到中国去接种。那么真的中美疫苗效果差不多吗？刚才主持人开始点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向大家再报告一下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Morgan Chase， 就摩根大通金融集团最近在他的网站发表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是新冠病毒研究汇编 Coronavirus Research Compilation。 这个报告说呢，这个西方国家和中国疫苗的效果差异巨大，接种欧美疫苗的国家新增感染人数明显减少，而接种中国疫苗的国家接种比例越高，新增感染人数越多。那么关于这则报告呢，这个大纪元的网站上6月16号是有中文报道的。这份报告就是这个摩根大通的金融集团的这份报告，它的第1章汇总了世界各国接种疫苗以后的最新情况。有9个国家是接种莫德纳、辉瑞和阿斯利康的，就 AZ 的这疫苗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新增感染人数的曲线下降走势明显。当接种人口超过25%之后，每7天的新增确诊数量一路下降。那么6月13号为止的数据是，9个接种西方疫苗的国家，每7天每100万人当中平均新增的确诊数量，荷兰是82，
瑞典是76，法国61，美国43，加拿大36，意大利29，德国25，以色列2。那么作为对比，另外还有9个国家是接种中国国药疫苗的。那么这9个国家当中，每7天每100万人当中平均的新增确诊数量，塞舌尔群岛是1164，乌拉圭是905，巴林是643，马尔代夫622，阿根廷533，智利363，阿联酋905，马尔代夫799，匈牙利12。那么在这9个接种中国疫苗的国家里头，接种人口超过50%之后，新增的感染曲线呈猛增态势，只有匈牙利除外。那么各国接种之后的感染人数明显上升，接种比例越高，发病数量越高。其中呢，塞舌尔、马尔代夫和巴林最严重。那么这个要说明一下，就刚才提到这个新增确诊人数啊，是以一个星期100万人当中的平均数来算的。那不和台湾现在公布这个每天的全国每天的新增确诊数是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用1周每100万人当中的平均确诊人数来做国际比较呢，就不管国家大小、人口多少，都可以直接知道疫苗接种以后的防疫效果了。那香港的这个南华早报19号有个报道，就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最近对1000名注射辉瑞疫苗和中国科兴疫苗的人，对他们体内抗体反应做了对比研究。那负责这个研究的是香港大学这个流行病学家，叫做 Benjamin Cowley。他表示呢，说研究发现和科兴疫苗相比，辉瑞疫苗的抗体反应明显增高，与这个第3期临床试验显示的保护力强，这个结果是一致的。就抗体反应越高，说明效果越强。那么辉瑞疫苗的抗体反应明显高于接种科兴疫苗的人。那么有一部分接受科兴疫苗的人，因为接种以后体内抗体较低，还需要再补打第3针。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抗体啊，是人体这个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能够识别和中和新冠病毒的蛋白，它的出现意味着就是人体受到病毒感染或者疫苗发挥作用。那么刚才讲到港大的这位研究人员解释说呢，虽然抗体数量并不直接的反映个体的保护力，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抗体数量和机体的抗感染能力是一致的，而且比较高的水平的抗体能提供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也会更长。香港现在是已经接种了170万剂的辉瑞疫苗，130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那辉瑞疫苗是由德国的这个 BioNTech 和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呢合作开发生产的，其中第3期临床测试有效率是达到95%。那台湾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美国的 Moderna 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呢，有效率也是95%。那么中国的科兴疫苗，它自己说它保护力是50.7%，但是呢，科兴疫苗在国际上不断传出负面消息。印度尼西亚当局6月17号表示，尽管已经接种了科兴疫苗，但是印度尼西亚有350名医护人员还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有数十人因为重症必须住院治疗。那哥斯达黎加卫生组织的官员也在6月16号表示说，在评估了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认为这种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高，所以决定哥斯达黎加就不采用。那么中东国家有一个国家叫巴林，他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以后，确诊数还持续的攀升，所以巴林的政府就呼吁他们本国民众说，你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以后啊，还要去再打一针这个美国的辉瑞疫苗。另外啊，这个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创办的一个线上资料库叫做 Our World in Data， 用资料看世界。这个资料库里的数据来看的话，到6月9号，全球每100万人每天染疫情况最严重的前10个国家，包括塞舌尔、乌拉圭、马尔代夫、阿根廷、智利和蒙古。其中，除了巴拉圭是因为疫苗取得困难而没办法控制疫情，其他9个国家都大量的
打中国国药疫苗或者科兴疫苗。那么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就是中国的 CDC 的主任叫高福，他4月10号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疫苗和健康大会上承认，中国疫苗保护力不高，当局呢正在采取混合不同药厂生产的疫苗以及改善接种方法来提升保护力。那么为什么中国疫苗接种了以后会出现这种感染率不但不降反而上升呢？这种现象什么道理？中国有一个疫苗专家叫邵一鸣，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的顾问，也是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员。他最近在海南岛的这个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2届大会上，他说呢，说中国确实存在打了疫苗还会感染的情况。他解释说，就是洪林兄前面问这个2级感染，这个2级预防的问题，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中国产的疫苗原本的定位就是用来预防发病的，而不是预防感染的。那么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疫苗的保护作用可以分成3级，第1级是防感染，就是保护接种者不感染，这样的话你就谈不上发病，因为你不会感染了。那么这是最理想的情况。那么第2级是防恶化，就是说你万一感染了，那么就让轻症的患者不至于转为重症或者死亡。那么第3级叫做防传播，就是说尽可能降低感染病毒的人体内的病毒量，让它难以传给别人。那邵一鸣强调说，中国疫苗的定位啊，本来就是2级预防，就是它是防重症的、防恶化的。那么，所以它是不是针对你有没有感染，而是针对你已经感染了，目前症状还不严重，让你不要这个恶化，所以它是不防止感染的。那根据他的说法，那么有些人尽管打过中国疫苗，他照样会感染，因为中国这个疫苗不能阻止你被感染。换句话讲，你打和不打都会被感染，只是说打中国疫苗以后，你可能不至于这个感染了，然后情况变得恶化。那么这位中国这个疫苗专家邵一鸣，他讲话呢比较通俗，但他没有讲清道理。那 BBC 今年3月份有个报道，这个莱斯特大学有一个病毒学家叫做 Julian 唐，他是认为说，这个病毒进入人体并遇到少量抗体的时候，它可以复制出对这些抗体有抵抗力的变种。这样的话，已经接种过疫苗但被病毒感染的人，仍然可以将这些变异的病毒传染给其他人。那么据新唐人亚太台6月8号在台北的报道，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的科兴疫苗总体保护效力为50%，那么国药疫苗总体保护效力是72.5%。和国外的这个就是欧美国家的疫苗的效力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中共呢采用的是叫做灭活病毒疫苗。那么我看到这个欧洲有一位病毒学专家叫董宇红，是位华人，他是这样解释什么叫做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就是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把病毒的活性抑制住，就是用死病毒制成疫苗。那么死病毒种进人体以后呢，会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它的免疫性能比活病毒要弱得多。那么这种灭活疫苗实际上是不太适合对付中国这种病毒，这是一种超级的毒性很大、很难对付、本身非常复杂的病毒。我刚才讲这个话讲得比较快啊，也就是说，中国研发的2种疫苗都是所谓的灭活疫苗，就是把病毒这个弄死或者弄残，然后呢把它做疫苗打到人体里，它的这种效力比这个欧美的疫苗的效力那是本来就差很多的。另外呢，就是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也有点令人质疑。那么中国2款疫苗是全世界最早完成3期临床实验的，但是国药疫苗的3期临床报告是一直到5月26号，它已经卖了几个月了，才在美国医学会刊的这个医学会期刊上面发表。
结果一发表就引起国际上质疑了，因为其他国家的疫苗受试者就这个观察疫苗接种效果这些实验者呢，要包括相当比例的老年人，目的就是要去观察疫苗对特别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到底有多大的保护力。但是中共的国药疫苗的受试者平均年龄只有36岁。那么刚才提到那位欧洲的病毒学专家董宇红，他说国药疫苗的临床实验数据啊，是去年底在中东一些国家搜集的，其中65岁以上这个年龄组的参加这个观察的人不到2%。那如果没有做到足够量的老人，也没有做到足够量的女性人群，所以他这个受试者当中啊，都是年轻人，当然他这个重症感染率只有2例。因此呢，这种疫苗的临床试验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疫苗对重症感染有保护力。那么刚才提到欧洲那个病毒学专家董宇红的看法，实际上是在驳斥中共那个疫苗专家邵一鸣的说法。因为邵一鸣介绍说，中国疫苗可以让轻症患者不转为重症或者死亡，但是呢，他的临床试验证据里既没有足够的重症患者成功治愈的病例，也不包括相当比例已经感染的老年人。所以呢，邵一鸣为中国疫苗所做的辩解其实没有可信任的临床试验证据，只能算是他自己的猜测。那么现在在中国病毒这个变种不断出现，新的感染案例不断发生，这个大家可能看台湾媒体已经看到，就目前台湾中国大陆广州又发生较大规模疫情，很多个区已经被封锁，而且在体育馆内正在建这个方舱设施。那么深圳也出现了感染病例的情况。那么中共对这些案例一如既往，是既封锁这个疫情真相，也压低确诊感染的人数。所以究竟中国大陆现在疫情复发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没有办法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会比中共承认的要严重。那么前面我也提到说，这个所有疫苗啊接种以后都可能有反应。那美国的疫苗进入体内以后呢，会激发免疫反应，出现发烧、头痛、乏力等等症状，而且往往女性比男性反应更强烈。这代表的是身体当中免疫系统被激活了。那么欧洲的病毒学专家董宇红认为说，疫苗它产生的免疫效应啊，导致全身副作用。虽然我们大家不喜欢的副作用，但是它是疫苗能不能起作用的一个征兆。他这个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如果一种疫苗接种以后啊，多数人当中出现反应的人很少，那说明这种疫苗的抗疫功能不强。那么从国外疫苗临床的报告来看的话，对接种中国国药疫苗的人群进行观察的数据显示呢，正好就是出现反应的人很少。那当然了，对本来患有慢性病的高龄老人来讲，美国疫苗的副作用也是可能诱发其他病情恶化的。我下面介绍一组美国的数据。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美国的 CDC， 5月25号发布的报告讲，到今年4月底，大概是有1亿美国人接种了疫苗。但是美国的 CDC 收到了46个州的10262例接种了疫苗以后仍然染疫的报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接种了美国这个95%有效率的疫苗之后，每万名接种疫苗的人里面仍然会有1个人感染。那这个1/1000的接种后仍然感染的人一共是10262人，这是到今年4月底的数据。那么这10262人当中，需要住院的是995例，占这个10262人的10%。那么死亡的是160例，占10262人的1.6%。那么我看到好像台湾媒体报道说，日本好像台湾开始接种日本研注的这个 AZ 疫苗以后，好像出现了死亡事件。那么也有医生在说，哎呀，还要不要接种啊？这种疫苗可能发生极少数这种情况，我刚才引用的数据已经介绍。那么我引用美国的这个数据，就是想说明啊，要有精神准备。美国注射感冒疫苗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那要是克服这个新冠病毒这种恶性的病毒，疫苗当然会比这个感冒疫苗有比较强的副作用。所以一个人如果是
有一些个不适合接种的慢性病啊，要先请教医生。不过呢，接种以后引发其他疾病的情形，如果是看调查数据啊，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每个人接种以后的反应会各不相同，有人可能没感觉。那总的来讲，就是接种前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有必要请教医生的，最好先问一下医生。另外呢，就如果接种以后有轻度反应，也不要紧张，2天过后基本上就会恢复平常了。